前面介绍过 ，Input Shaping 可以透过列印工件并观察成品来确认最佳品质与机台最高加速度。其实 Klipper 也有支援自动量测的方式。嗨，欢迎来到 Slow Engineering， 我是 David。目前 Klipper 支援 ADXL345、MPU 9250或 MPU 6050加速度计供使用。本片内容会以使用 ADXL345加速度计为主。在开始使用前，需要注意使用的加速度计与接线。使用 SPI 或是 I2C 来连接拍与加速度计。加速度计必须安装在猎鹰头上进行量测。如果是 Y 轴移动热床的架构，就会需要有2个加速度计分别量测 X 与 Y。之前保留的风扇安装位置刚好可以用来安装本次的加速度计。设计一个转接的安装座与加速度计组装在一起。注意加速度计上有标示量测的 XYZ 轴方向。坐标轴不需要与机台的坐标轴一致，但轴方向需相同。硬体安装好后，透过 PuTTY 登入拍并安装自动校正需要使用的软体，输入2个指令来安装软体。接着在 Klipper 中安装 NewPy， 这边如果使用的 PyRAM 太小，可能会失败。安装完成后，接下来要设定将 Pi 作为第2 MCU 来使用。第一个 MCU 作为控制 3D 列印机的功能，为不影响机台运作，影响第一个 MCU， 将会利用 Pi 作为第2个 MCU 来与加速度计合作。首先安装 RC Script， 将位置移动至 Klipper 内后输入指令。接着进到 Menu Config 中，将 Microcontroller Architecture 内设定为 Linux Process， 储存并离开，然后回到 SSH 界面，输入以下指令。如果在 Clippy.log 中出现 Permission Denied 的情况，依照文件指示来将 Pi 加入 TTY。下一步开启 SPI， 如果安装是另外2种，则是开启 I2C。详细请参考文件说明。输入 sudo recipe config， 进到设定页面后，在 Interfacing Options 内部将 SPI 功能开启。完成后，回到 printer.cfg 中加入以下剧集设定。其中的 Probe Point 建议选择热床中心上方，这样就完成基本硬体与软体设置，可以开始来测试加速度计是否运作正常。在控制界面输入 Accelerometer Query， 如果回传为数值，表示安装正确；如果没有，则有可能为接线错误或是已损坏的感测器。确认正常后，输入 Measure Access Noise。来查看干扰，正常值在1000以下，太高可能是感测器、电源或是风扇所造成的。加速度计测试功能正常后，开始测试机台的振动频率。输入 Test Resonances Axis 等于 X 来测试 X 轴的部分。这边需要注意，开始执行后，机台会开始产生对应的振动，进行量测。所以在执行前，确保该锁紧的位置都已经锁紧。同时，如果发现测试到一半已经过于摇晃时，可以输入 M112或是界面上的紧急停止来暂停机台。如果有需求设置频率最高上限值，避免过于摇晃，将上限值输入在刚刚的 Resonances Tester 剧集中。X 轴完成后，将参数改为 Y 轴继续进行。2轴完成后会产生2个 CSV 档案，透过输入指令，使用刚刚安装的 Matplotlib 来将图表绘制出来。图中会显示使用不同类型的 Input Shaper 所产生的振动频率效果。
并列出推荐的种类与最大加速度。另外一种是在安装好后，直接使用 Klipper 已经设定好的 Shaper Calibrate 指令，自动执行 X 与 Y 的校正。一样也会建议使用哪一种种类是最适合的。将推荐的数值与种类填入 printer.cfg 中的 Input Shaper 巨集，然后重新将之前列印过的测试件拿来测试结果，观察最终的列印成效。再来微调实际的加速度值。Paper 文件中有非常详细的说明，如果 Input Shaper 过于圆滑时该如何解决，又或是针对最平整优先或最大加速度优先的调整方式，详细可以参考 Klipper 的官方说明文件。本频道目前着重分享 FDM 3D 列印机相关知识推广与技术交流。有不同看法，欢迎在下方留言。觉得有帮助的话，按赞并将影片分享出去与订阅本频道，又或是透过下方 Patreon 连结实际支持。Patreon 会员会有更多经验分享类的内容。我们下次见。